俄軍導彈定點幹到烏克蘭境內美國軍工工廠，緊接着日本企業倉庫在空襲當中也被摧毀。一枚射程5500公里的 KH-101戰略巡航導彈，直接偏離航道，砸進北約成員國波蘭的農田裡，砸出10米大坑。一瞬間北約23國防空警報集體瘋狂尖叫，戰機緊急升空，整個歐洲緊繃到窒息。很多人看完新聞心頭一緊，好家伙，這該不會是要第3次世界大戰的開幕序曲吧？周一有句老話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人被逼到死胡同，死守老辦法就是死路，必須換打法。絕大多數人只看見俄軍導彈火力暴漲，卻看不見那套把俄羅斯死死困住的陰招。今天咱們把這層窗戶紙徹底捅破，看透這場大變局。我是白方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友記。时间往回到2年，網上一大堆網友吐槽俄軍，核大國打得畏手畏腳，處處自我設限，明明手裡一大堆大殺器，卻刻意繞開西方資本的廠房倉庫。明明心知肚明，不少外資機構在烏克蘭偷偷搞軍工配套，大多只停留在外交抗議，導彈捨不得砸上去。當時網上不少人調侃，俄羅斯這麼大個核大國，怎麼就這麼慫？別人就在你眼皮底下造無人機，天天轟炸你本土煉油廠，你還客客氣氣手下留情。很多人把這份隱忍直接等同於軟弱，這是巨大的誤讀。咱翻開易經乾卦，第一爻就講潛龍勿用，不是巨龍沒有力量，不是巨龍不會騰雲駕霧，而是時機未到，不能輕易亮出全部的獠牙。道德經講，魚不可脫於焉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大國手握毀滅性武器，不能隨便亮出來到處揮舞。開戰初期，俄羅斯最大的顧慮是什麼？就是怕直接把美國、北約全部拖入正面衝突，戰火無限擴散，釀成全球性災難。所以呢，俄羅斯給自己套上一層自我枷鎖，這仗可以打，盡量只針對烏克蘭本土正規軍事目標。西方在烏克蘭的企業，只要沒有明目張膽造大炮坦克，就算間接參與軍工，也要留3分情面。這不是心地善良，這是核大國博弈當中的自我克制。目的就是為了把衝突鎖死在烏克蘭境內，避免全世界滑向全面大戰。可搞笑就搞笑在这兒，俄羅斯老老實實守規矩，可對手根本就沒打算陪你守規矩。北約這幫玩家玩出一套教科書級別的偷雞摸狗戰術，我把它叫做借殼資敵。明面上，北約對外高調宣告，我們絕對不會派地面部隊進入烏克蘭，不會跟俄羅斯直面交戰。聽起來冠冕堂皇，講道理講道義，背地裡呢，直接把整套軍工產業鏈大卸八塊搬到烏克蘭國土，不掛國防部招牌，不掛軍火集团的牌子，全部換上電商、建材市場、汽車配件、物流倉儲這類民用外殼。外表看就是快遞分揀中心、大型商超倉庫、汽車零部件庫房。倉庫內部藏的全是無人機零部件、制導芯片、電子戰元器件。這一套放在中國古代史書上，那叫資敵。明末的時候就有商人把冶煉鐵器的原料偽裝成日用百貨，偷偷輸送給關外對手鑄造兵器。在古代，資敵是重罪，放到今天俄烏戰場，底層邏輯一模一樣。西方這套玩法簡直算是算盤打得震天響，好處全讓自個兒占了。第一，我沒有派兵入境，法理上不算直接參戰。第二，廠房倉庫掛民營企業牌照，一旦被俄軍轟炸，西方媒體立刻鋪天蓋地炒作俄羅斯轟炸民用民生設施，踐踏人道主義，引導全世界給你扣野蠻的帽子。第三，生產出來的 AI 無人機不用北約士兵親自駕駛，轉手交給烏軍，就可以千里奔襲，跑到俄羅斯本土轟炸煉油廠及油庫，後勤樞紐。大家看新聞經常看到莫斯科周邊煉油廠起火，俄羅斯後方彈藥庫被無人機偷襲，很多人只驚嘆烏克蘭無人機厲害，很少有人追問源源不斷的零部件到底從何而來。答案就藏在烏克蘭那一堆披着民用外衣的外資廠房跟倉庫裡邊。道德經36章講，將遇弱之，必將固之，必固強之。想要削弱對手，就先把对手養壯。北約玩的就是這套套路。我不親自下場流血犧牲，
靠一套灰色供應鏈把烏克蘭戰爭機器越餵越壯，日復一日消耗俄羅斯國力，俄羅斯 GDP 萎縮，財政赤字飆升，只能一次次擴軍，持續被放血，打不完，忍呢本土天天來炸，這就是俄羅斯之前進退兩難的死局。你死遵守交戰規則，對手專門鑽規則的漏洞捅你刀子，這是很多人不願意講透的殘酷現實。凡事盛極必衰，物極必反。正如《周易》所講，無平不破，無往不復。事情走到極點，必然迎來反轉。俄羅斯終於不再陪這套遊戲繼續玩下去。7月26號凌晨，第一記重錘轟然落下，俄軍連續2輪導彈精準點名基輔西南一家叫做終端自主的美資軍工工廠。這家工廠每個月可以產出上千架 AI 制導無人機，就算俄軍開啟強電磁干擾，切斷 GPS 信號，無人機依靠 AI 視覺照樣自主識別目標，奔襲俄羅斯本土縱深。過去俄軍明明清清楚楚知道這家工廠的巨大威脅，但是礙於它是美國資本，一直投鼠忌器，不敢下手。這一回呢，2波導彈接連砸向同一個坐標，什麼意思？不是炸壞就完事兒，要把廠房從物理層面徹底抹平，杜絕復產的可能性。這一聲爆炸，當眾撕碎4年以來形成的潛規則。不要以為披上外資企業的外衣就擁有免死金牌，只要你的廠房在制造用來殺人的武器，不管是哪國資本，都可以成為打擊目標，一波抹平。另一樁讓歐洲渾身冒冷汗的大事接踵而至，俄軍對利沃夫發起大規模饱和空襲，大量遠程導彈貼着北約邊境飛行，一枚 KH-101核常肩背巡航導彈，飛行途中出現偏航，直接飛出烏克蘭國境，墜落在北約成員國波蘭的農田當中，砸出10米的巨大彈坑。那一刻，整個歐洲防空系統集體炸鍋，波蘭 F-16掛彈緊急升空，荷蘭 F-35呼嘯起飛，意大利預警機衝上100米高空，劃定警戒區，德國愛國者防空雷達全部開機，北約理事會連夜緊急開會，會議室裡面所有的人神經都快崩斷。萬幸導彈掉在無人農田，沒有造成人員傷亡，北約才沒有啟動第5條集體防禦條款。可那短短的幾十分鐘整個歐洲實實在在站在世界大戰的懸崖邊上，只要稍微差一點點就萬劫不復。本以為風波到此告一段落，8月初更加狂暴的空襲席捲基輔，5天之內連續3輪導彈洗禮。第1天，導彈無人機撲向基輔城區；第2天，敖德薩港口燃料罐被引燃，黑海船只遭打擊；第4天，精準摧毀無人機零部件物流中心；第5天，迎來基輔防空開戰以來的黑暗時刻。0點21分，夜空劃出幾十道白光，28枚彈道導彈，鋯石高超音速導彈搭配115架自殺無人機，鋪天蓋地的壓向首都。烏軍攔截彈藥已經見底，雷達屏幕密密麻麻全是紅點，28枚導彈全部突防成功，集束子母彈在空中開倉，火雨潑灑大片倉庫區域，電商大倉、建材樞紐、食品物流中心陷入火海，數噸重卡車被衝擊波掀翻。官方統計，這次襲擊造成17人死亡，44人受傷。就在這場轟炸當中，日本豐田汽車位於基輔汽車配件倉庫遭到損毀。俄方此前多次公開警告，日本向烏克蘭輸出無人機相關技術屬於敵對行為。倉庫被毀這件事釋放出一個跨向亞太的強烈信號，不要覺得自己遠隔幾千公里，躲在安全地帶，遠程拱火就能萬事大吉。你的海外商業資產同樣會捲入戰火風險當中，就好比先前伊朗炸毀了亞馬遜在中東的超算中心。說到這兒，很多觀眾最大的痛點就來了，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，是不是第3次世界大戰導火索已經點燃？是不是要世界大亂了？千萬不要被短視頻的恐慌情緒帶着走。3戰不会說開打就開打，但是舊的戰爭規則已經實實在在的宣告死亡。過去的戰爭劃分非常簡單，正規軍事目標可以打擊，外資廠房、民用倉庫就算間接資敵，事實上也擁有護身符。現在全新的戰場規則落地，只要这條供應鏈間接被烏軍軍工輸血，外表不管是工廠、電倉倉庫還是汽車配件庫房，資本不管來自美國、日本還是其他國家，全部納入打擊清單。西方過去賴以占便宜的民用外殼護身符已經被導彈炸得粉碎。
咱們往更深一層挖，俄軍炸企業，局勢緊張，但很少有人拆解这套民用外壳资敌供應鏈埋藏的巨大隱患。咱們換位思考，假設另外一場衝突，對手跑到第三國注冊一大堆民營企業，表面上開超市、汽配城，暗地裡瘋狂造無人機，持續轟炸你的本土城市。那麼換做任何一個主權國家，能不能遠程打擊這些資敵廠房？現實當中西方執行的赤裸裸的雙重標準，輪到他們打仗，只要懷疑倉庫藏匿軍火，二話不說直接發動打擊；輪到對手採取相同的邏輯，立刻大談保護民用設施、保護外資財產。俄烏衝突把這套雙標演繹得淋漓盡致。孫子兵法開篇就講：兵者，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戰爭是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，不能意氣用事。一個國家首先要保障自己不受傷害，再去尋找戰勝對手的機會。當烏克蘭依靠大量偽裝，在民用建築裡面搞外資軍工產能，持續襲擊俄羅斯本土城市的時候，如果俄羅斯繼續死守舊規則，就等於放任敵人在眼皮底下持續壯大，源源不斷傷害本國國土。這就是俄羅斯改變打法的底層邏輯。他不是一心想要擴大戰爭，而是要斬斷持續傷害自己的供應鏈。但是我們必須客觀公正地說一句，這套全新打法本身自帶巨大風險，把大量名義上的民間商業設施列為打擊對象，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實施大規模空襲，平民傷亡概率會急劇升高。集束彈藥爆炸之後會遺留大量的未爆子彈藥，散落在街道、公園、居民區，很多年之後依然会威脅普通老百姓的生命。俄羅斯沒有簽集束彈藥公約，條約對它沒有約束力，但是這種武器在城市之中使用，人道主義代價非常沉重，這一點我們也不能回避。更大的連鎖風險傳導給全世界所有跨國企業。今天烏克蘭土地上美資、日資倉庫遭殃，相當於給全球跨國資本敲響警鐘。未來只要爆發大國代理人衝突，只要你的產業鏈環節被交戰一方認定為間接服務戰爭，你的海外資產就不再擁有絕對的安全。商業和戰爭原本隔着一堵厚厚的隔離牆，商業歸商業，打仗歸打仗。俄烏衝突這一輪變局正在硬硬地推倒這一堵牆，全球供應鏈直接變成大國博弈廝殺的戰場，這才是比導彈誤入波蘭領土更值得所有人深思的深層變局。很多家人們簡單理解成俄羅斯想要跟全世界開戰，這是巨大的誤解。俄羅斯的戰略目標並不是主動進攻北約30多個成員國，他想要達成的效果很直白，摧毀烏克蘭境內資敵節點，逼迫對手放棄躲在幕後靠民用企業輸血的玩法。但是諷刺的現實擺在眼前，北約清清楚楚讀懂俄羅斯釋放的信號，可他們會輕易收手嗎？大概率不會。這套不派兵只輸出技術跟零部件，依托海外建廠消耗對手的模式，對西方來說成本太低了，不需要本國士兵流血犧牲，花錢輸出技術就可以持續消耗對手的國力。這麼划算的買賣怎麼會輕易放棄？於是一個危險死循環就此成型。西方繼續通過第三方企業披着民用外殼輸送軍用配套，俄軍加大力度打擊烏克蘭境內對應的倉儲廠房。打擊完成之後呢，西方輿論大規模譴責，繼續加碼援助，雙方不斷試探對方底線，擦槍走火的概率持續走高。導彈偏航墜入波蘭就是現實版的驚魂一刻，誰也不敢保證下一次導彈偏航會不會擊中城鎮，造成北約國家平民死亡。一旦出現這種局面，局勢瞬間徹底失控。老子講禍莫大於輕敵，博弈雙方都在不斷試探底線，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之上。古人云：天道輪迴，守恆不期，規矩不破，亂象不止。今天這場俄烏變局從來不是一時炮火作亂，也不是普京一時興起的強勢暴走，它是一場舊秩序崩塌、新秩序降生的時代陣痛。過去4年，西方靠着一套民用遮羞布、軍工暗地裡走的灰色玩法，把戰爭玩成了一場無成本的消耗戰。他們以為靠着規則漏洞，靠着雙重標準，靠着離岸拱火，就能永遠穩坐釣魚台，讓俄羅斯流血，讓烏克蘭買單，讓自己穩賺利益。但周易早就有定數，物極必反，盈滿則虧。當一套規則只約束老實人，卻縱容投機者；當一套道義只綁架弱者，卻包庇強者作弊，那這套規則本身就注定會被撕碎、被推翻、被重寫。
俄軍炸美企、炸日企、炸民用偽裝的軍工供應鏈，導彈擦着北約紅線飛入波蘭，看似瘋狂，實則是大國最後的清醒。不是想要世界大戰，而是不想再被温水煮青蛙；不是挑戰全球秩序，而是倒逼世界重新建立公平的博弈底線。從此世間再無民用免死金牌，再無離岸拱火絕對安全。資本不再超然於戰火，商業不再隔離於戰爭，供應鏈不再是法外之地。這樣才是這場衝突最恐怖，也最改變未來1000年國際格局的終極真相。我是白方大招，点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